渗入皮肤，严重或可致癌。市场上卖的毒拖鞋有这3种特征。在每次315晚会曝光一大批不合格产品后，我们很多人都会感慨一句：各行各业都想要我小命。在今年暑假，更是暑假工渗透进各行各业，并对自己所工作的地方进行点评。比如说某某奶茶可以喝，每天洗手都要洗烂了。比如说某某炸鸡不能吃，做的时候都想吐。等等，这些言论我们经常能够刷到。我们不难看出，很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因素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然而，威胁我们生命安全的不仅仅有食品行业，还有我们平时从不会注意到的穿着。然而，我们日常穿的拖鞋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一些拖鞋是有毒的。长时间穿着这些毒拖鞋，毒会日积月累的通过皮肤接触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严重了甚至会导致癌症。小赵阿姨是一个非常重视自己一家身体健康的人，平时就非常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这次看到了网上发布的毒拖鞋的讨论，小赵阿姨心里一阵慌乱，赶忙查看自己家里的拖鞋是不是网上所说的毒拖鞋。可仔仔细细的看了自己家的拖鞋，也没有看出来自己穿的拖鞋到底是不是对身体不好。毒拖鞋的毒是什么？我们想要分辨什么是好的拖鞋，什么是毒拖鞋，就要知道毒拖鞋的毒到底是什么。毒拖鞋里可能含有甲醛。甲醛我们不陌生，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家具刚装修好的房子里会有大量的甲醛存在，它还不容易消散，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并且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如果您的拖鞋刚买回来的时候有特别大的味道，很有可能就含有甲醛。在拖鞋的制作过程中，甲醛可能会被用于粘合材料或者做防腐的作用。长期接触的话，可能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严重的话会导致鼻咽癌等癌症的风险增高。穿着含有甲醛的拖鞋，它还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引起皮肤过敏。毒拖鞋的毒还可能是邻苯二甲酸酯。邻苯二甲酸酯是我们并不熟悉的一个化学物质，这个物质是一类常用的塑化剂，它能增加塑料的柔韧性和耐用性。添加这一物质能让我们的拖鞋更舒适。那些销售的时候宣称踩屎感的拖鞋是这一类毒拖鞋的重灾区。这一物质对人体的损害很大，它会威胁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与生殖健康问题。而且邻苯二甲酸酯这一物质主要经皮肤吸收。如果我们的拖鞋里含有这一有害物质，长期使用日积月累下，难免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危害。颜色鲜艳的毒拖鞋还可能含有重金属。相对于其貌不扬的图案颜色单调的拖鞋，那些图案可爱、色彩丰富、颜色艳丽的拖鞋更受消费者的青睐。为了销量，为了降低成本，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重金属来染色，而这些重金属在长期的接触中会进入人体，危害我们的神经系统，可能会造成认知障碍。毒拖鞋有这3种特征。所谓毒拖鞋，就是使用有害化学物质或者材料制成的拖鞋。很多厂家为了能更大限度的谋取利润，会使用一些不合格的材料来制作，可以降低成本，又或者添一些不健康的材料，让拖鞋看起来更舒适、更漂亮。而我们经常会被便宜的价格、漂亮的外表所吸引而买下这些毒拖鞋，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我们可以观察以下这3个特征来分辨是不是毒拖鞋。第一，有刺激性气味的拖鞋可能是毒拖鞋。我们平时贪便宜在网上买的拖鞋，很多邮回来之后，一打开就能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或者快递箱里有气味特别大的劣质箱包。这样的拖鞋很可能就是使用了劣质材料或者添加了甲醛的毒拖鞋。可能你会疑问，为什么加了箱包的拖鞋也可能是不合格的毒拖鞋？我们可以从商家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这些劣质箱包虽然便宜，但每一个快递里面都有，就意味着他们要大量采购，这是一笔额外的支出。而且箱包本身气味就很刺鼻，是不是就是用来掩饰另一种刺鼻气味的呢？因此，为了安全起见，这种快递箱里带有箱包的拖鞋，我们也尽量不要穿。第二，色彩太过鲜艳的拖鞋最好也要避开。通过上面对于毒拖鞋的介绍，我们也清楚了有些不法商家会为了降低成本以及让拖鞋的销售额更可观，而在拖鞋的制作过程中使用含有铅、
汞等重金属的染料让拖鞋看起来更美观，更让人有想要购买的想法。我们无法通过肉眼观察成品就了解这个拖鞋在制作工程中是否使用的廉价的含有重金属的染料，但我们可以通过不去买这些颜色过于艳丽的拖鞋来规避风险。第三，太过柔软的拖鞋也不要买。近些年，在鞋子的销售页面，我们总能发现有踩石感、踩云感这样的宣称来证明自己的鞋子柔软舒适。但是这种拖鞋很可能就是使用不合格材料或者添加了邻苯二甲酸酯的毒拖鞋。穿着这样的拖鞋，不仅仅会通过长时间的接触不合格材料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还会影响我们的走路步态和我们的足弓。这种过于柔软的鞋子没有支撑力，在穿着这种拖鞋的时候，我们的足弓会承受过大的压力，而导致足弓塌陷，会出现扁平足，进而影响我们的步态和形体。长期穿着还可能会导致足底肌肉过于紧张而造成损伤。因此，哪怕是合格产品的踩石感拖鞋，我们也要尽量避免。那么在选购拖鞋的时候，除了避免以上3点，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才能挑选到好拖鞋呢？我们尽可能挑选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的商品，而不是三无小作坊的拖鞋。三无小作坊由于资金较少，使用不合格材料的可能性更高，而且我们平时能叫得上来品牌，通常他们自身就设有产品质量检测部门，使用不合格材料制作商品的几率要比小作坊更低。在选购的时候，阅读产品标签，注意使用材质以及是否符合标准。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所购买的一些正规品牌的拖鞋上面都有产品标签，上面会标明使用材料和安全环保认证，比如欧盟的 REACH 法规、美国的 CPSC 标准等等。如果您买的拖鞋连这种标签都没有，那么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着想，这样的拖鞋就不要买了。在挑选合适的拖鞋时，尽量选择材质适宜、尺寸合适、防滑透气的拖鞋。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己的拖鞋穿起来总是有股脚臭味？为什么自己的脚部突然之间有明显的味道？其实这都是您拖鞋的问题。我们常见的拖鞋有 PVC 材质和 EVA 材质这2种，而 PVC 材质的拖鞋很多都会加入发泡剂和增塑剂等，让拖鞋质地更柔软舒适。但这样的材质就给了厌氧菌很大的生存空间。我们的脚与拖鞋长时间接触会出汗，这样温暖潮湿的环境又是厌氧菌繁殖的摇篮，而正是这些厌氧菌造成了我们拖鞋变臭、脚变臭。而 EVA 材质的拖鞋，其主打的特点就是抗老化、耐臭，可能穿着舒适感没有上一种那么好，但它不容易变臭，使用寿命也更持久。所以大家是不是都知道我们应该买什么样的拖鞋了呢？3. 除了鞋子，还有什么威胁我们的健康？不仅仅是拖鞋，我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致病的风险。很多年前央视就曾经曝光过毒衣服，你是不是也喜欢买那些9块9包邮的衣服呢？这些价格非常便宜的衣服很可能会致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曾经对深圳的一家主要做电商的服装厂进行抽检，结果发现所抽检的衣服大量含有致癌的芳香胺，超过服装标准含量的27倍。租房子、住民宿还要注意不要住进串串房。你是否也住进过那些看起来装修不错、很有 ins 风的民宿或者出租房呢？这些房间是不是进去之后有很强烈的异味，或者用了味道很刺鼻的香薰呢？是不是住了2天就觉得口鼻干燥、想咳嗽，感觉自己身体不舒服呢？这些房子大部分是刚刚装修好，或者里面放了质量很差的家具，使得房间内充满了甲醛，长时间居住是会得白血病的。结语：电商兴起后，人们开店的成本变低了，我们购物方便的同时，风险也在随之增加。很多三无小作坊和各种只为赚钱的黑心商家以低廉的价格出售不合格的产品给消费者，这些不合格产品长期使用势必会对我们的生命健康造成影响。因此在选购的时候，我们要多加比对，看商品是否符合市场标准，材质是否对人体无害，而不是一味的选择好看的、价格低的，小心买到了有毒产品哦。